第4页，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差点就被骗了。第2周，青年愤然叩响了哲人的门。课题分离想法的确有用，上一次也确实接受了，但是那岂不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生活方式吗？分离课题，减轻人际关系的负担，不也就意味着要失去与他人的联系吗？最后岂不是要落得遭人厌弃？如果这叫做自由，那我宁愿选择不自由。个体心理学和整体论。哲人，哎呀，你好像不高兴啊。青年，关于课题分离还有自由。那之后我又独自冷静地想了想，等感情冷却之后，用理性的头脑想了想，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课题分离不可能实现。哲人，哦，请你讲一讲。青年，分离课题，这最终是一种划清我是我，你是你的界限的想法。的确，人际关系的烦恼也许会减少，但这种生活方式真的正确吗？我只能认为它是一种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的个人主义。但是，在我第一次来拜访的时候，您好像说过阿德勒心理学的正式名称是个体心理学吧？我一直很在意这个名字，现在终于理解了。总而言之，阿德勒心理学及个体心理学是引导人生走向孤立的个体主义的学问。哲人，的确，阿德勒所命名的个体心理学这一名称也许很容易招人误解。在这里我要简单做一下说明。首先，在英语中，个体心理学叫做 individual psychology， 而且这里的个人一词在语言上有不可分割的意思。青年，不可分割。哲人，总之就是不可以再分的最小单位的意思。那么具体来讲，什么不可以分割呢？阿德勒反对把精神和身体、理性和情感，以及意识和无意识等分开考虑的一切二元论的价值观。青年，什么意思？哲人，比如，请您想一想那位因脸红恐惧症而来咨询的女学生的话，为什么会得脸红恐惧症呢？阿德勒心理学不把身体症状与心灵、精神分开来考虑，而是认为心灵和身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就好比由于内心的紧张，手脚会发抖，脸颊会变红，或者由于恐惧而脸色苍白等。青年，心灵和身体会有联系部分吧？哲人，理性和感情，意识和无意识也一样。一般情况下，冷静的人不会因被冲动驱使而大发雷霆。我们并不是受感情这一独立存在所左右，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青年，不，这不对。只有把心灵和身体、理性和感情、意识和无意识这些因素明确区分来进行考虑，才能正确理解人的本质。这不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吗？哲人，当然，心灵和身体是不一样的存在，理性和感情也各有不同，而且还有意识和无意识之分，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当对他人大发雷霆的时候，那是作为整体的我选择了勃然大怒，绝不是感情这一独立存在，可以说与我的意志无关。发出怒吼，在这里，如果把我和感情分离开来，认为感情让我那么做或者受感情驱使，那就容易陷入人生谎言。青年，您是说我对服务员发火那件事吧？哲人，是的。像这样把人看作不可分割的存在和作为整体的我来考虑的方式叫做整体论。青年，那倒是可以，但是先生，我并不想听您空谈个人的定义。如果彻底探讨阿德勒心理学，会发现他最终将
把人导向我是我，你是你的孤立境地，也就是我不干涉你，你也别干涉我，彼此都任性的活着。请您坦率地分析一下这一点。哲人明白了。关于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一阿德勒心理学的基本思想，你已经理解了吧？青年是的。作为解决这种烦恼的手段，出现了人际关系方面的不干涉，即课题分离这一观点。哲人，我上次应该说过这样的话，想要缔结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太过亲密就无法正面生活，但是距离也不可以太远。课题分离不是为了疏远他人，而是为了了解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青年解开线。哲人是的，你现在是把自己的线和他人的线乱糟糟地缠在一起来看世界，红、蓝、黄、绿，一切的颜色都混杂在一起。这种状态叫缠绕，而不是联系。青年，那么先生又是如何看待联系的呢？哲人，上一次作为解决人际关系烦恼的处方，我谈到了课题分离，但是人际关系并不止于课题分离，相反，分离课题是人际关系的出发点。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阿德勒心理学是如何看待整个人际关系的，以及我们应该与他人缔结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终极目标。青年，那么我来问一下，在这里您只简单的回答结论。先生，您说课题分离是人际关系的出发点，那么人际关系的终点在哪里呢？哲人，如果只回答结论的话，那就是共同体感觉。哲人，共同体感觉。哲人，是的，这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概念，也是争议最大的地方。事实上，当阿德勒提出共同体感觉这一概念的时候，很多人都离他而去。青年好像很有意思啊，那么那是怎么样的概念呢？哲人，上次说到，是把别人看成敌人还是看成伙伴这个话题吧。在这里我们再深入考虑一下。如果他人是伙伴，我们生活在伙伴中间，就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还可以认为自己在为伙伴们，也就是共同体，做着贡献。像这样把他人看作伙伴，并能够从中感到自己有位置的状态，就叫共同体感觉。青年，究竟哪里是重点呢？这主张也太空洞了吧？哲人，问题是共同体的内容。你听到共同体这个词会有什么印象呢？青年，哎呀，应该就是家庭、学校、单位、地域、社会之类的范畴吧。哲人，阿德勒认为他自己所叙述的共同体不仅仅包括家庭、学校、单位、地域、社会，还包括国家或人类等一切存在。在时间轴上还包括从过去到未来，甚至也包括动植物或非生物。青年，啊？哲人，也就是主张共同体不是我们普遍印象中的共同体的概念所指的既有范围，而是包括了从过去到未来，甚至包括宇宙体在内的一切。青年，不，根本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宇宙、过去或未来，您究竟在说什么呢？哲人，听了这话，大部分人都会产生同样的疑问，马上理解的确很难，甚至阿德勒本人都承认自己所说的共同体是难以实现的理想。青年，哈哈，这就魔幻了啊！那么我反过来问问您，先生，您能够彻底理解并接受这种甚至包括了宇宙整体的共同体感觉吗？哲人，我认为是，而且我甚至认为，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阿德勒心理学。青年，啊？哲人，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阿德勒心理学认为，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不幸之源也在于人际关系。反过来就是说，幸福之源也在于人际关系。
青年的确。哲人，共同体感觉就是幸福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指标。青年愿闻其详。哲人，在英语中，共同体感觉叫做 social interest， 也就是对社会的关心。这里我要问问你，你知道社会学上所讲的社会最小单位是什么吗？青年，社会的最小单位，哎呀，是家庭吧？哲人，不对，是我和你。只要两个人存在，就会产生社会，产生共同体。要想理解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首先可以以我和你为起点。青年，以此为起点怎么做呢？哲人，把对自己的执着 self-interest 变成对他人的关心 social interest。青年，对自己的执着，对他人的关心，这又是什么呢？拼命寻求认可，反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哲人，那么具体考虑一下吧。这里我们把对自己的执着这个词换成更容易理解的以自我为中心。在你印象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青年，首先想到的是暴君一样的人物吧。残暴蛮横，不顾别人的感受，只考虑自己，认为整个世界都要围着自己转。依仗势、权力或暴力，像专制君主一样横行霸道，对周围的人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人物。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就是典型的暴君类型。哲人，的确如此。青年，另一方面虽不是暴君，但却破坏集团和谐的人物，也可以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参与集体活动而喜欢单独行动。即使迟到或者爽约也毫不反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自私任性的人。哲人，的确，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的一般印象就是这些，但是还必须再加上一种类型。实际上不能进行课题分离，一味拘泥于认可欲求的人，也是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青年，为什么？哲人，请你考虑一下认可欲求的实质。他人如何关注自己，如何评价自己，又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欲望。受这种认可欲求束缚的人，看似在看着他人，但实际上眼里却只有自己，失去了对他人的关心，而只关心我，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青年，那么也就是说，像我这样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人，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吗？虽然如此，竭尽全力地在迎合他人，哲人，是的，在只关心我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以自我为中心。你正因为不想被他人认为自己不好，所以才在意他人的视线，这不是对他人的关心，而是对自己的执着。青年，但是，哲人，上一次我也说过，有人认为你不好，那证明你活得自由，或许从中能感到以自我为中心的气息，但是我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这一点。一味在意他人怎么看的生活方式，正是只关心我的自我中心式生活方式。青年啊，这可真是令人吃惊的言论啊！哲人，不仅仅是你，凡是执着于我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必须把对自己的执着换成对他人的关心。青年，好吧，的确，我只看到了自己，这一点我承认。不是如何看待他人，而是只在意自己如何被看待。即使被说成是自我为中心，我也无法反驳。但是请您也想一想，如果把我的人生看作一部长篇电影，那主人公肯定是我吧？那么，把摄像机聚焦在主人公身上有什么错呢？你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世界地图的中心。哲人，请按顺序想一想，我们首先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从属于共同体，能够感觉到在共同体中有自己的地位，并能够体会到可以在这里，也就是拥有归属感，这是人的基本欲求。例如，学业、工作、交友，还有恋爱和结婚等。
这一切都与寻求归属感紧密相关。你不这么认为吗，青年？啊，是的，是的，深有同感。哲人，而且自己人生的主人公是我，这种认识并没有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君临于世界的中心。我是自己人生的主人公，同时也是共同体的一员，是整体的一部分，青年，整体的一部分。哲人，只关心自己的人往往认为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人只是为我服务的人，他们甚至会认为大家都应该为我服务，应该优先考虑我的心情。青年就像王子或公主一样，哲人，是的，正是如此，他们超越了人生的主人公，进而越位到世界的主人公。因此，在与他人接触的时候，总是想，这个人给了我什么？但是这一点恐怕就是跟王子或公主不同的地方吧。这种期待并不会每次都被满足，因为别人并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青年，的确，哲人，因此当期待落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大失所望，并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屈辱，而且还会非常愤慨，产生诸如那个人什么也没有为我做，那个人辜负了我的期望，或者那个人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之类的想法。抱着自己位于世界中心这种信念的人很快就会失去朋友。青年，这就奇怪了。先生您自己不是也说了吗？我们生活在主观的世界中，只要世界是主观的空间，那么位于其中心的就肯定是我。这一点毫无挪疑。哲人，也许你在说世界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会想起世界地图之类的东西吧？青年，世界地图什么意思？哲人，例如在法国使用的世界地图，美洲大陆位于左端，右端则是亚洲，被绘制在地图中心的是欧洲，是法国。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使用的地图，那么中国就会被绘制在中心位置，美洲大陆在右端，欧洲在左端。也许法国人在看中国地图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协调感，认为自己被非常不当地驱赶到了边缘，仿佛世界被任意切割了一样。青年，是的，肯定会那样。哲人，但是地球仪上看世界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如果是地球仪，既可以把法国看作中心，也可以把中国看作中心，还可以把巴西看作中心。一切地方都是中心，同时一切地方又都不是中心。根据看的人所在的位置或者角度，还可以产生无数个中心。这就是地球仪。青年，的确如此。哲人，刚才所说的，你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一样，你是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心。青年，我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不是被切割成平面的地图，而是像地球仪一样的球体。哎呀，作为道理大体能明白，但为什么一定要特别意识到不是世界的中心呢？哲人，这应该再回到最初的话题，我们都在寻求可以在这里的归属感，但是阿德勒心理学认为，归属感不是仅仅靠在那里就可以得到的，它必须靠积累、靠积极参与到共同体中才能够得到。青年，积极的参与，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哲人，就是直面人生课题，也就是不回避工作、交友、爱之类的人际关系课题，要积极主动的去面对。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那就会丝毫不会主动去融入其中，因为一切他人都是为我服务的人，根本没有必要由自己采取行动。但是，无论是你还是我们都不是世界的中心，必须用自己的脚步主动迈出去，面对人际关系的课题，不是考虑这个人会给我什么，而是要必须思考一下我能给这个人什么，就是对共同体的参与和融入。青年，您是说只有付出了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哲人，是的，归属感不是生来就有的东西，
要靠自己的手去获得。共同体感觉是阿德勒心理学关键概念，也是具争端的观点。的确，这种观点对青年来说很难马上接受，而且对于被指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件事，他也是心怀不满。但是，最接受不了的还是甚至包括宇宙或非生物在内的共同体范围问题。阿德勒还有哲人究竟在说什么呢？青年一脸困惑地开口说话了。